特朗普最后通牒50天停火或毁灭性制裁，普京绝望2选1。乌克兰胜局已定，欧美砸100亿欧元筑屋，5万北约大军压境，美特使突防基辅。北约开火，罗马尼亚 F-16怒射导弹拦截俄机。苏美俄军被困1周，弹尽粮绝，貌似突围，死伤惨重。乌军地雷阵或红军村困局，300俄军血肉横飞。一机场连续爆炸，一战火重燃。普京紧急求和，以牺牲伊朗换美国松绑。阿塞拜疆钢铁洪流直逼伊朗边境。精彩资讯马上开始。给你2个选择，要么停火，要么加关税。这应该是特朗普近期对普京最强硬的表态，同样也让俄罗斯绝望的2选1时刻。近来，美国对乌克兰的立场有所转变。特朗普本人先是在采访中证实，会向乌克兰提供现代化武器，目前已确认提供爱国者系统。而据路透社援引2名白宫官员的话表示，特朗普还在考虑对乌克兰实施更为积极的武器军援计划。什么是更为积极的武器？简单的说，就是提供可以打击莫斯科的导弹，但这一决定尚未做出。不过，这并不妨碍外界对导弹类型的讨论，如战斧 PRSM 和 JASSM-ER 等，都是可以覆盖莫斯科全域的。与此同时，特朗普10日提到的重大声明也于14日如期揭露。据综合报道，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公布其涉俄重大声明。特朗普称，他对俄乌战事持续十分不满，称他与普京的多次谈话虽然很愉快，但却毫无意义。因此他决定，如果俄罗斯没有在50天内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那么美国将对俄罗斯征收非常严厉的关税和刺激关税，税率约为100%。而特朗普提到的刺激关税，一名白宫官员稍后向媒体解释称，特朗普的意思是，如果俄乌50天内达不成协议，美国将对俄罗斯征收100%的关税，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等商品的国家征收刺激关税。此外，据 CBS 报道，特朗普还计划扣押50亿美元的俄罗斯被冻结资产，并用其援助乌克兰。至于拜登时期剩余的38.5亿美元的资金，也将全部用于军事援助。虽然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白宫的证实，但火力军认为，甭管该消息是真是假，对俄罗斯而言都是一种威慑，会迫使普京回到谈判桌前。用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话说，就是普京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玩弄特朗普。接下来几天和几周内，美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让普京坐到谈判桌前。对于特朗普宣布通过北约向乌克兰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德国总理梅尔茨14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表示欢迎。他说，在过去几天里，他与特朗普进行了多次沟通，承诺德国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梅尔茨称，德国之所以如此做，既是为了自身安全，也是在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空袭，同样也是加大对俄施压，从而推动俄乌和平谈判。此外，在重新武装乌克兰这块，与特朗普会面的北约秘书长吕特补充说，德国、芬兰、丹麦、挪威、瑞典、荷兰和加拿大均有意加入重新武装乌克兰计划，将通过北约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泽连斯基则于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天分别与特朗普、吕特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特朗普向他介绍了当天早些时候与吕特会晤的情况，并表示之后双方会更频繁的通话，以协调后续步骤。而吕特向他介绍了欧美开展合作、加强对乌支持的细节。最后，泽连斯基感谢了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这里火力军要着重说一下欧美开展的合作。在特朗普重大生命披露之前，决定乌克兰命运的2场大会如期召开，且获得了巨大成功。据英国卫报称，在罗马举行的乌克兰重建委员会会议和同期在伦敦召开的资源联盟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乌克兰获得了巨量援助，其中包括1. 承诺为乌克兰重建提供超过100亿欧元资金； 2. 欧盟启动史上规模最大的股权基金，由意大利、德国、法国、波兰和欧洲投资银行支持。该基金仅初始规模就达到了 2.2 亿欧元，预计2026年将能达到5亿欧元。此举旨在吸引大量私人投资进入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关键原材料和军民两用产业。意大利甚至还新推出了3亿欧元倡议，即特别鼓励意大利中小企业积极投资乌克兰经济复苏，促进私营部门更深入地参与乌克兰重建。3. 泽连斯基敦促合作伙伴利用俄罗斯冻结资产直接资助重建。他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灾难负有责任，并强调在莫斯科加大袭击力度的情况下，需要增加援助的紧迫性。
最后是在停火后，英国和法国将领导一支5万多人的多国安全部队，以确保停火后的稳定和保护乌克兰领空和黑海海上航线。该军队的总部最初设在巴黎，随后将轮换驻扎在伦敦。这2场大会是世界援乌联盟吹响的集结号，且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重新归队。美方出席的代表是特朗普的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将军、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以及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制裁俄罗斯的协议就是出自2人之手。凯洛格将军还专门提出将乌克兰重建变为新的马歇尔计划。目前据法新社报道，其本人已于14日抵达基辅，正开展为期1周的正式访问。美国从曾经拒绝参加到如今积极参加，这是一个重要转变。就火力军而言，一个罗马大会，一个伦敦大会，实际上已经决定了乌克兰的未来。因为两会期间几乎没有人讨论还在进行的俄乌战争，议题全部围绕重建与维和进行。为何大家都不谈战争问题呢？这是因为所有与会国家的领导人都明白，只要美国通过了对俄罗斯的最新制裁，俄罗斯经济来源瞬间就会被掐断，战争机器也会随之熄火，接踵而来的就是和谈，一切都将水到渠成。此次参会的60多个国家囊括了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 GDP 总量占比世界 60%。 试问有哪个国家愿意继续购买俄罗斯商品与世界为敌，将自己陷入泥潭呢？就算俄罗斯有榜一大哥输血，又能输多少，坚持多少时间？这不，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语气就变得委婉，表示俄罗斯已做好准备，正等待乌方明确谈判时间。但他也指出，乌克兰显然并不急于开启第3轮谈判。战场前线，罗马尼亚 F-16开火，与俄军爆发2轮战斗。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俄军在图95 MS 发射空射巡航导弹，俄海军舰队发射口径巡航导弹，以及大批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各大城市时，罗马尼亚空军紧急升空了2架 F-16，进入边境地区执行拦截任务。罗马尼亚军方报道称，晚上23点15分，俄军开始空袭敖德萨港口设施，罗马尼亚空军起飞战机开始拦截俄军发射的天竺葵远程攻击无人机，且至少击落其中1架。与此同时，俄军发射的4枚防空导弹，其中1枚其实差点就击落了罗马尼亚空军的 F-16。据悉，当晚双方爆发了至少2轮战斗，是一场真正的空战。对此，俄媒报道称，又一条红线被打掉了，北约空军已直接参与战斗，拦截俄军无人机了。现在罗马尼亚的北约空军基地已成为俄军打击的目标。在北约盟友守护乌克兰的同时，乌军也趁夜对俄罗斯发动了空袭，如在俄罗斯的夏诺夫格罗德，乌军无人机群打击了当地的克斯托沃炼油厂，随即该厂燃起大火，并导致周围多地断电，甚至在城市的西部都能听到剧烈的爆炸声。流出的现场画面显示，炼油厂的火灾直到次日早晨都未被扑灭，还在不断冒着黑烟。初步预计至少有2个200立方的储油罐被毁，还有一座生产沥青的设施也被大火吞没。又或是据彭博社报道，乌克兰特工炸毁了西西伯利亚的一条天然气管道，据悉袭击位置在汉特曼西斯克地区。长期以来，它都向奥伦堡等地的俄军企业供应天然气，年输送能力为26亿立方米。值得注意的是，受俄军空袭影响，乌军不断开发出了新式反无人机武器。据悉，乌克兰开发的拦截机已经能拦截至少100个俄军目标了。德国陆军司令弗洛伊丁少将也证实称，将资助乌克兰制造拦截无人机，外界预计应该是 VB140火烈鸟系列。陆地战场，苏美俄军惨遭包围。综合防务快报和媒消息，从7月13日开始，俄军在苏梅金德拉季夫卡的形势就开始告急，这里曾一度被俄方占领。但自7月乌军发动反攻，并将俄军第30摩步团围住后，这1周的时间里，俄第30摩步团一直在试图突围，甚至还借助了精锐的俄第9摩托化步兵团，计划用摩托车突破封锁，但仍未成功。如昨日，俄第9摩步团再次尝试解救俄第30摩步团，但仍以失败告终，阵亡80余人。据最新的战役地图显示，金德拉基夫卡已被乌军完全合围，坚守该村的俄军第30摩步团只能通过无人机运送水和弹药。目前战斗仍在进行中，详细战况还有待进一步确认。但乌军的反击已经显而易见，如乌军第6特种团就发布了他们在苏梅地区的行动视频，这几天还俘虏了一批俄军。实际上这段时间，俄军对苏梅的攻势已经大为减弱，但他们似乎仍在向前线增兵，只是重点放在了南部的扎波罗热方向。据乌对外情报局的数据显示，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军事规模已经从5月份的64万人增长到70万，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了前线的激烈战况。与此同时，乌军前线打击俄军关键设备的行动也没有停下。
如在乌东战场，乌克兰黑森林旅再度击毁了一套 BOK-M3 防空系统。现场画面显示，乌军的无人机锁定目标后，精准投掷了数枚炸弹。俄军阵地旋即响起剧烈的爆炸声，在远处已经能看到不断升起的浓烟。该系统的发射器已经被摧毁。之前俄方曾声称，它价值4500万美元，可以有效拦截无人机和导弹。托列茨克方向情况不容乐观，仅从战役地图上看，彼得里夫卡已丧失2/3，东部的切尔布尼夫卡已失守。此外，托列茨克森林也已丢失，至少从卡特里尼夫卡到托列茨克这一段已经丢了。科斯蒂扬尼夫卡方向，过去24小时，俄军向普罗明发起攻击，目标直指奥列克桑德罗、卡利诺维西南方向的鲁辛亚尔。此外，在亚布鲁尼夫卡，俄罗斯人正在沿着主要街道推进。由于人手不足，乌克兰的抵抗微乎其微。俄军部队现已抵达通往斯捷潘尼夫卡的道路，并控制了那里直至路口为止的所有区域。不过，有消息称，乌军已开始向该地区集结大量的榴弹炮和无人机，详细战况有待进一步披露。值得注意的是，在北约更多援助入场之后，顿涅茨克战场局势会发生逆转，而且泽连斯基也在之前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上做出了预测。他表示，俄军远未达到指挥部对今年夏季的预期，其俄军攻势已在乌军反击下严重受挫。乌军将继续消灭俄军人员，并竭尽全力将战火转移到俄罗斯境内。他预测称，下周乌克兰的利益会发生积极变化。战线南移，科什大桥在不久前疑似遭遇袭击，桥体受到损伤。从现场披露的画面看，桥梁支柱上有明显的火灾烧黑的痕迹，应该是乌军发动了远程打击。如今还没有更详细的战报传出，但科什大桥曾在6月初遭遇重击，当时乌克兰复制了类似蛛网行动的模式，他们预先在桥底埋设了高爆炸药。产生的爆炸一度导致克里米亚全面暂停了交通。随着乌克兰拥有更多的远程导弹，他们对科什大桥的袭击也会加大。总的来说，目前在乌克兰12个主战场和2个边境战场上，除红军村以外，其他方向的乌军压力都不大。乌克兰军方目前正在竭尽全力改变红军村战场态势，那有什么方法呢？火力军觉得，除了上述北约军援外，还可以通过地雷破局。6月29日，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启动退出渥太华禁雷公约程序。该条约大家都清楚，主要针对反步兵地雷，而此举标志着乌军将能够在俄军人海冲锋的路上大量布雷，从而让缺乏坦克与装甲车掩护的俄步兵进攻成为通向地狱的黄泉路。在数量上，前拜登政府曾向基辅提供了300万颗 PMFI、ADAM 等型号的反步兵地雷，乌克兰自己也制造了200万颗塑胶高爆雷。这些成本仅8到30美元左右的雷子，足够俄军失去战斗力。而在实战上，在近期战斗中，俄第41集团军第74疯狗旅一个步兵营在向红军村突出部以西乌军阵地发起人海冲锋时，不幸闯进了雷区。最终，300人的俄军在跳雷与定向雷不断爆炸中，仅有17人逃了回去。乌军的地雷阵的首战就给俄军带来了重大杀伤。由此可见，乌军的地雷阵完全有能力停滞俄军的推进。即便俄军安排工兵排雷，也逃不过乌军无人机的密集打击。当然，大家有什么好的破局方法，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俄乌战场之外，伊朗机场3天内突发2起爆炸，难道伊以战火重燃了？据 Next A 新闻报道，7月13日，伊朗马什哈德机场周围传出剧烈声响，在远处已经能看到一片浓烟，这是近3天内该机场发生的第2次爆炸。然后有人觉得这可能是以色列特工再度展开了行动，原因是稍早时候摩萨德发现俄方运输机被指降落在伊朗，并卸载了一批军用物资。对此，德黑兰一直未做出回应，然后以色列特工就动手了。但这样的猜测并未得到双方的证实，详细消息还有待确认。不过自伊以停火后，双方的冲突确实一直没停。除了打击军事目标，以色列还在伊朗境内发起了定点清除行动，瞄准了对方的要员。不久前，德黑兰西南库姆市的一栋建筑楼里发生了爆炸，初步预计里面可能是伊朗卫队的指挥官。至于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也在加强，这几天又消灭了6名哈马斯海军部队的核心将领。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加沙还是在德黑兰，战斗都有升温的迹象。与此同时，叙利亚总统沙拉访问阿塞拜疆，同总统阿里耶夫会晤，这就有意思了。因为明面上叙利亚和阿塞拜疆是在推动能源合作项目，但后者居然还安排沙拉和以色列方面进行了会晤，这是双方的首次正式会谈。关键议题包括以叙两国可能达成的安全协议，外界推测认为叙利亚大概率将放弃戈兰高地。此外，双方还对就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控制以及如何共同应对德黑兰的威胁进行了讨论。
以色列或许会在大马士革开设协调办公室，但暂时不会正式建交。另一方面，有消息称，普京已开始敦促伊朗接受美国提出的零浓缩铀核计划，以便为莫斯科和华盛顿谈判铺路。且普京已分别向特朗普、马克龙以及伊朗官员表达了这一立场，甚至还通报了以色列。如果协议达成，莫斯科愿意协助伊朗移除境内的浓缩铀，但被德黑兰断然拒绝。由此可见，特朗普近来对俄罗斯的不满言论让普京惶惶不安，希望以此为投名状，重新恢复美俄亲密关系，而代价就是牺牲伊朗。伊朗方面对莫斯科见死不救表示强烈不满，称绝不会接受俄方的提议，但接不接受的主动权并不在伊朗。据伊朗通讯社当地时间13日报道，阿塞拜疆已经大量 T90 坦克部署到了伊阿边界，且还在移动更多的重型装备。大家可能会疑惑，阿塞拜疆的重装部队怎么突然向伊朗边境集结了呢？一直以来，伊朗都在支持亚美尼亚，导致其与阿塞拜疆关系紧张，加上阿塞拜疆又和以色列是同盟，双方在经济、能源、军事上深度合作。此前，美国和以色列虽然在12天战争中重创了伊朗，但并没有摧毁伊朗的高浓缩铀。为此，以色列一直准备再次打击伊朗，彻底摧毁其核能力。但以色列与伊朗毕竟相距遥远，仅靠空军无法打垮伊朗，必须有地面部队介入，而阿塞拜疆无疑是最佳选择。阿塞拜疆此举更多的是牵制伊朗陆军。阿塞拜疆希望通过与亚美尼亚、土耳其、巴基斯坦、叙利亚、以色列联盟实现大高加索梦，从而将俄系势力逐出该地区。以色列则希望彻底摧毁伊朗核能力，双方的利益深度契合，自然也就能凑到一起。但要说在这场地缘博弈中谁收益最大，那绝对是土耳其。其向南扶持的朱拉尼政府收复了叙利亚，向北则打通了通往高加索地区的纳西切万走廊，与小弟阿塞拜疆连成一片，从俄罗斯手中夺走了高加索地区的话语权。接下来就是穿越里海，与中亚4个突厥国家深度捆绑。可以说，土耳其恢复奥斯曼帝国荣光的计划正在埃尔多安手里快速推进。埃尔多安也无愧地缘政治大师称谓，不仅在俄乌战争中赚得盆满钵满，还将土耳其国际影响力推向了巅峰。此外，德国也向联合国提交正式请求，要求在7月15日启动针对伊朗的快速恢复制裁机制。此举将促使各国加大加剧对德黑兰的制裁，其伊朗怎么可能甘心接受？其最高领袖的顾问拉里贾尼暗示威胁称，欧洲将成为一个不安全的地方，也许几天后就有5架无人机袭击座城市。这不纯纯找死吗？一旦迈出这一步，别说以色列了，北约多国入场打击都将再没有顾虑。俄乌冲突有没有给乌克兰去军事化？火力军这里不好评价，但可以肯定的是，3年多的战争下来，欧洲正在彻底被唤醒。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将原定于2030年实现的国防预算翻倍计划，大幅提前3年至2027年完成。届时，法国的国防开支将从2017年的320亿欧元飙升至640亿欧元。而且关键的是，并不是只有法国大幅提高了军费预算。在此之前，英国、德国等国已经大幅地增加了军费开支，德国的国防开支更是创下历史新高。很显然，欧洲已经意识到了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正在抓紧时间重整军备，而他们要防备的对象自然是不言而喻。不过，马克龙的算盘打得更精，在呼吁欧洲共同应对战争威胁的同时，多次暗示法国可以为欧洲提供核保护伞，意图在欧洲军备重整的浪潮之中，重拾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军事话语权，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至于个别拖后腿欧洲国家，例如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也正在逐渐转向和北约步调保持一致。最近，连一向亲俄的斯洛伐克总理菲科也开始松口，暗示只要能解决其能源问题，就可以支持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充分说明在援乌制俄的政治正确下，这些国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孤立和排挤压力。火力军认为，由于俄罗斯带来的直接现实的军事威胁，再加上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欧洲各国，尤其是法德这样的核心国家，已经意识到安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是硬道理。法国此举说白了，就是在这盘欧洲安全合作中抢占先手，争当欧洲联盟的盟主。而随着各国军费的不断加码，欧洲的再武装恐怕只是一个开始。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